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，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，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泪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随着赤脚的孩子奔跑，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石元兄，哎，听说你去见了吴哥？我见他了，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，但是他好像很警惕，他不许我跟你来往。吴哥这人思想保守，顾虑也比较多。邓宝山器重他，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，他再把衡山拨了部的指挥权交给了我。但他对我很不放心，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，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，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。哦，是这样。不说他了，仲勋还好吗？仲勋好得很，我们都很惦记你呀。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，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，可他又调到了绥德。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。真的？快给我看看。好。景铎贤弟，自去年以来，高树勋、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，弃暗投明，挽内战，整和平，令人钦佩。今冒昧来书，如若得见此书，望帝深思而动，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。此诚乃三秦之幸，国民之福。言尽于此，期盼回音。仲军，太好了，你来的太及时了。仲勋的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。我一直想学高树勋、孔从周，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，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。在我来之前，仲勋同志就让我告诉你，革命不分先后，只要你愿意，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在这里有多少人是你的人？我从关中带了1200人，都是自己人，绝对没问题。剩下的还需要他做做工作。好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。关于起义，仲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。哪16个字？积极准备，隐蔽待机，听候指示，配合行动。积极准备，隐蔽待机，听候指示，配合行动。我记住了。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，我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。好啊，石元兄，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，关于起义的事，我们细细商量。好。胡景铎回信，言辞中情真意切，
投向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，我们没有看错人啊。但是仲勋啊，胡锦铎他还有一个条件，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，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仲勋，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先例。没有先例，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。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，没什么好顾虑的。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，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、政治表现，包括动机，都得负有责任。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，得按流程办事吧，不能他说啥就是啥。不怕，我的意见啊，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。我相信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。仲勋，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是毕竟20年没见了，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，有风险啊。有风险，我们也要冒这个险。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，但是对他的经历，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，也是有把握的。再说他投奔过来，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，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。争取过来，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，朋友就多一个。长此以往，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。对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同志们，我们联防军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，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，配合胡锦铎起义，解放横余地区。是好。外边同志，书记，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衡山一带了，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？你打算怎么去啊？我有一个想法，这一次啊，我带着81剧团一块儿去，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。好。保安部队的将士们，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，肯定是思乡心切。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秦音，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。我们做统战工作，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？没错。韩柱，好。外面同志，我的警卫员第5韩柱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，军事素质过硬，让他跟你一起去。好。韩柱，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，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千里相隔，千万保重。你放心，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到了，请。班主、刘老板，夫人好，一路辛苦，快里面请。请，走。来的所有人，先东西啊！当心点啊，慢点。把这箱子当做礼物啊！哎呀，这是戏台子。啊，对，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。好好好，哎，这客气呢。咱们这边休息。夫人，戏班子来了。咱们在这儿。夫人，您看看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？啊，对了，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2份公文回来。报告，范先生到。胡指挥，范连长，一路辛苦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，仲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。太好了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我等这天等了好久，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。范先生，哦不，范明同志，在我的队伍里，和我一样向往着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。好啊，我会请示西北局。仲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，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。
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、老同学了。那我们就商量一下行动方案。好，快请。魏海来了。王明同志，跟我来。我不叫你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好。魏处长到。魏处长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？胡指挥，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，而且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？你这手伸的可够长的呀，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，有什么可报的？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，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。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，却频繁地和南边来的人接触，而且不上报，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。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啊？我和我的夫人都是关中人，平时就喜欢听琴箫。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，请了个戏班子。哎呀，是我的主意，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正好，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嘛。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？啊，哎，我可是票友，耳朵刁。论听戏啊，我耳朵可比你刁。那可不一定。你们两个大男人，怎么还比上谁比谁更能听戏了？景铎，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。魏处长，您稍后，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劳夫人了。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。我也没想到魏处长有如此闲心啊。景铎，刘老板来了。那魏处长，先给您来一段《火焰驹》。哎，等等。哎，胡指挥，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？请赐教。这个草台班子啊，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，像什么火焰驹啊、断桥啊、周人回府啊。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，没有不会的。这位先生懂戏，点吧。万一真有我不会的，还有别的老板，准保让先生满意。那就来一段《斩秦英》，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？啊？先生的确是老票友，真懂戏，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。不过还好，我小时候开蒙学过，记得一二。
怎么样？玩的够刁吧？哎呦，真是来着了，过足了戏瘾。这样，那我就先撤了，回来再拜访。那就不多留你了啊，留步。魏处长，这几天戏班子都在，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，可以随时来。好，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。那告辞了，来送你。哎，去留步。刘老板请。把门关好。好。方斌同志，他走了。庆多，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？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，危害肯定起了一些。这些天，我们必须尽快起义。邢书记，哎，范斌同志急电，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，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10号。另外，提出入党的14名军官已完成考察。好，给范斌回电，同意，举义细则，还望速决。好。你帮我指点南京方面，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，一定要跟我致电商议。是。哎，老徐，哎，抱歉，让你久等了啊。怎么样，在陕北还习惯吧？还好。前2天啊，我还给郑局打了个电话，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，很关心你啊，说你的肠胃不好，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。多谢邓长官关爱之家。哎，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这个胡景铎通共的事情？还望邓长官能海涵，军力已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。有证据了吗？现在？频繁有关中的人来找胡指挥。这次是外地的一个戏班子在胡指挥家盯了好些日子，兄弟体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。那有调查出什么名堂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共党一向狡猾，胡景铎有一向轻功，为他不防啊。老徐啊，你这个人呐，敏感多疑，这是对的，啊。但是啊，也不经我同意，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，弄得我也很狼狈啊。你知不知道，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，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，这样一来啊，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。你说呢？但胡指挥如此轻功，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！轻功，你要搞明白，轻功和通共这是2个概念。我还去过延安，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，跟习仲勋也有私交。那你说我算是轻共还是通共啊？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轻共通共，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？啊？难得邓长官如此开诚布公，但既然您如此说话，我也就只好向胡长官如此通报了。这是陕北，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，听见没有？管好你手下，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送他上军事法庭。请吧。你给他沏的茶呀？
以后这小子来，不用再给他上茶了。是，把他喝过的水，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他。大家坐。兄弟们，我们这支队伍肇始于我大哥胡景祎的国民二军。我大哥胡景祎一生以不扰民、珍爱民、誓死救国为宗旨，历史滚滚向前。我们每前行一步，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。我们有没有做到不扰民？有没有做到珍爱民？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？眼下有2条路摆在我们面前，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？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，在长城口，在山西，我们并肩作战，救国救民，一起打日本鬼子。我向你们承诺过，打跑了日本鬼子，我们就回关中老家，过太平的日子。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，蒋介石、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，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兄弟们，这还是救国救民吗？不是。我们要的是和平，要的是回家。我们要耕田种地，要娶妻生子，要孝顺父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，打回关中去。赶走胡宗南，打回关中去。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，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，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就在对面等着我们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脱离蒋介石、胡宗南，投向延安，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，坚持和平。反对内战，坚持和平。为反对蒋介石、胡宗南挑起内战、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，现在我宣布，起！胡景铎部叛变投共，22军姑息养奸，必会贻误军国大事，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胡景通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。一经查实，立即将胡景通羁押至军事法庭议处。蒋中正。回电总裁，告诉他，我知道了。司令，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，我愿意亲自去南京，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。老五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说这些话。况且，老刘走的这一步，是对是错，不到最后谁知道？
有个情况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进攻衡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，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。在我看来，对我对你，好像是一种信号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想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看。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师长、共产党员胡景铎向毛主席报告。好啊，欢迎，欢迎你啊，主席好。你好啊，好啊，不愧是胡景翼先生的胞弟啊。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。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，上了习仲勋的船，这个选择是正确的。好得很呐，坐吧。景铎啊，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。尘世白驹过隙，人情沧溘浮云。20年来，山河破碎，我们山水相隔。但不管怎样，今天我们终于还是拢到了一起。只是。主席，我迟来了一步，惭愧。胡景翼将军对人们有功，你胡景铎对人们也有功。只可惜我那个五哥，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，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。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，我们相信胡景通先生、邓宝山先生，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。是啊，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、阴云密布的时候，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，依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，难能可贵啊！你这样，既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胡家，更是为了邓宝山将军，为了胡景通将军。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啊！从今往后，我胡景铎听毛主席的号令，听共产党的号令。说得好啊，说得好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啊！谢谢主席。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，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。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，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。我希望你明年3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。我要让全世界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，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，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。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，与我国民政府合作，那才是正确的呀。乡长，乡长，宗乃，此役重任，系于你一身。如果你能攻克延安，活捉毛泽东，端掉中共的老巢，那么中国，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，
方有转机。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学生一定竭尽全力，拟定作战计划，以解校长和党国之忧。老总，你看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，等敌人进来之后，我们从两侧包抄。好啊，这叫瓮中捉鳖。你看这个，老总，少奇，主席，主席，来，哎，主席，啊，主席，李师啊，主席，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，你给大家念一念。好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。此会开幕之日，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。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，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，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，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，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。总之，蒋介石自走绝路，开国大，打延安，两招一做，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，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。主席啊，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，这是第一次提出来。是啊，此时不提，更待何时啊？和谈不破裂，我们是自卫战争啊；和谈破裂了，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。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。对，主席分析得很透彻，这是我们的态度，边区的态度，全国人民的态度。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，整编第1师、整编第90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，如此增兵，大家分析一下，就是奔着延安而来。马鸿逵的整编第18师和整编第81师、82师也相继在宁夏银南东渡黄河，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，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。主席啊，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，以蒋介石的性格，打内战，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，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。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，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。告诉西北局和中宣，即刻起，边区进入战时状态，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。其一，即日起封锁边区。2，要路、民众、粮食速记隐藏。3，集中更大的兵力，以副干地区准备作战。4，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。5，动员民兵，准备打敌。另外，联司要做好侦察，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。好的，主席。校长，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。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。我准备调动7个旅，约5万兵力，直接攻打该地区。如果能够顺利拿下，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。第2步呢？第2部分，拿下关中以后，刘堪部从西线
向陇东方向做战术佯动，以引出共军的主力。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，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，与董昭整编第1军会同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。那时候，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，攻克延安指日可待。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？校长，5日足矣。共党在陕北盘踞了23个县，经营多年，势力根深蒂固。用5天的时间攻下延安，你有把握吗？兵贵神速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此次行动，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、马鸿逵集团、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。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，约25万兵力，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万人。边区边境已经全部封闭，民兵连在日夜巡逻，警1旅、3旅、教导旅和新4旅、11旅共5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，随时准备迎敌敌人。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，兵分3路，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。很好。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，要加强统一领导。黄河东西2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，一切配合作战。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，战争可能是暂时的，也有可能是长久的。我们要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。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，必然有胜利的一天。是啊，主席，边区的人民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。现在各县，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，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。好啊，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，也有可依靠的有利地形。敌人一旦进来，不能及时得到补给，必然会陷入疲惫。我们在集中优势，一个团一个团的打，一个旅一个旅的打。蒋介石、胡宗南的如意算盘，必然会落空啊！是。敌机来了，所有人隐蔽，隐蔽！给我打！胡宗南以7个旅、15个团的兵力，在他们飞机的配合下，分5路
从东、西、南3个方向对关中分区发起了进攻。目前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以新4旅、警3旅抗击着这些来犯的敌人。胡宗南的意图啊，是要攻占延安。现在敌众我寡，边区的部队需要统一部署啊。主席啊，我的意见，把联防军改编成野战军，以晋绥第1纵队、新4旅、教导旅、警1旅、警3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，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，王世泰为副司令员，习仲勋为政治委员，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，严奎耀为参谋长，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。我同意啊。野战集团军成立以后啊，可以在南线适时组织反击，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第一，必要时可以掩护关中党政机关撤离马兰，北上集结，保卫延安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团长，上级命令我们撤到第2道防线。同志们，撤！快撤！快！后面的跟上，快点！快，后面的跟上，快点！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，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